等一下，你又在喝咖啡啊？早上你不是喝了2杯吗？现在还喝太多了。哎呀，Kim 姐，等一下工作结束后啊，我要回家带小孩嘞，我需要这咖啡续命啊。你喝这么多，小心出事哦！我听说喝太多咖啡是会致癌的。哎，我是听说喝咖啡能够防癌啊。怎么可能？你听谁说的？哎，那你又是听谁讲的？我听。不知道，我们还是来问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咖啡是防癌的好帮手，还是隐形杀手呢？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那今天聊的主题呢是癌症的风险因素了哈。那关于这个癌症，有很多的民间的一些说法啊，像我们一些吃的啊、用的啊，甚至是喝的啊，都有可能会有致癌的一些问题啊。是，那当中到底哪一些是真的有致癌的风险呢？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肿瘤内科顾问黄醒荣医生为我们解答。欢迎，当然也要欢迎2位嘉宾林轩还有玉思，欢迎3位。请问黄医生啊，听说我们生活中呢有很多东西呢都很有可能致癌，那这个致癌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？致癌的因素呢，它的分类最权威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 IARC， 就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。它的分类是分4级，1级、2级、3级和4级。2级也分2A 和2B 级。1级呢就是肯定会提升人类患癌的那个风险，比如说烟草就是1级的。OK， 那2A 级呢，就是很可能致癌。probably， 在这种情况呢，就是人体的那个依据不足，但那些动物实验的那些数据呢，就相当全面。那2B 级呢，就是有可能致癌，possibly。在这种情况呢，就是人体的依据不足。动物的那些研究也不是非常的充分。3级呢，就是到目前呢没有任何的依据能够分类。4级就相当肯定，了解，这个不会致癌。没问题。对，不过大家要了解的就是这个分类呢，是以它能够提升患癌风险的确定性，而不是威力。换句话说，同一个组别的这种致癌因素，它的威力未必一样。烟草1级，加工红肉也是同样1级，但烟草能够提升患肺癌的风险10倍甚至以上。那这个加工红肉提升结直肠癌的风险大概是20%，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威力不一样。说到致癌风险啊，请问2位有没有听过哪一些传闻说做什么会致癌这样吗？成长过程中，我妈希望我远离什么东西就致癌。OK， 比如说7、8岁、8、9岁的时候打 game 致癌了。12、13岁早恋致癌。然后后来20多岁就是吃 barbecue 啊，喝酒会致癌。30岁之后就熬夜会致癌。OK， 我觉得你妈很有道理哎。真的没？对，我问一下，早恋会致癌没？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致癌在眼前，说的是对的，就是这个熬夜的确会致癌。OK， 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2A 级的致癌因素。蛮高的哎。哎，谁没有熬夜这里？对不对？都熬夜啊。在看节目的你呢，不熬夜吗？不长啦。不过为什么嘞？为什么熬夜会致癌？对，因为在晚间如果接触灯光的话，会影响到我们的松果体，就是那个昼夜节律就扰乱了。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就全都失调了，所以有些癌症，比如说乳腺癌的风险就会提高。因为很多人讲说，就是如果你是吸烟的，会致癌。对。但如果我是吸2手烟呢？会吗？我听说更猛哎，2手烟。对，风险的确会提高，不过不会说所谓的更猛。就是如果是烟客的话，他们患肺癌的概率提升10倍。那如果你是吸2手烟，大概提升25%左右。好，现在进入这个迷思环节，看你们2位对致癌风险的了解有多少哈。第一题，泡面吃多了会致癌，真还是假？请作答。毫无疑问吧，真啊，这个感觉是不是送分题啊？来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，就是他这一句话的重点是吃多了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多就是不好。对，物极必反。肯定啊，第一是油炸嘛，第2是高钠嘛，那个盐分很多嘛 ，OK， 所以一定会致癌。好，那我们请这个医生来解答，答案是真还是假呢？可以说是真的。哇。
不错不错哈。拜拜。对，高温主食呢是2A 级的致癌因素。所以泡面往往都要油炸过后才包装。对，所以在高温的处理呢，它里头的油就会转变成 PAH。我们叫做多环芳烃。OK， 是致癌的。那里头的碳水化合物呢，会变成 acrylamide，就是丙烯酰胺，所以这可能致癌。那像你说的高钠也是啊，因为它的那个调味料里头都高盐，所以高盐的食物呢会损害胃的黏膜，会提升这个患胃癌的那个风险。对，所以吃泡面的时候尽可能就不要把那个汤也喝的。不过刚才医生你刚有提到那个 PAH 跟那个丙烯酰胺哦，你说它会致癌，是导致什么癌症呢？蛮好奇。肺癌。肺癌，是肺癌啊，就吃进肚子里头，跟着血液循环，好像影响到的器官首当其冲，看起来好像是肺癌。听完医生的这个说法，就是泡面这一块可能就是不要太常吃，然后汤就尽量就避免，能不喝就不喝。然后那种调味包，Kim姐姐可能就不要全放，是干捞的是吗？干捞的就一点点就好，一个意思，这个口味意思就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行第2个迷思了。猪肉吃多了会致癌，好，真还是假？是假。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猪肉嘛。这个猪肉就是我们讲是一般新鲜的猪肉，不是那种加工的，好不好？OK， 那会致癌吗？来，真还是假？假。OK， 为什么？林轩？猪肉是健康嘛，富含蛋白质嘛，维持人的日常生活嘛所需。你不吃猪肉，你还吃什么？对啊，而且牛肉啊，猪肉不是跟鸡肉、跟鲜肉、跟虾什么都一样，不是吗？都是肉。来，答案是真还是假呢？真的。啊？我们错啊！答案是真还是假呢？真的。啊？我们错啊！我们错啊！对。猪肉鲜的猪肉没，应该是这样讲，是不是所有的红肉都是属于2A 级啊？对，就包括了牛肉，对，羊肉，对，所以很多人还以为这个猪肉不是红肉，因为煮熟了过后觉得颜色很浅很白的，对，有些还以为鸭肉属红肉，不是飞禽类的都不属红肉，所以新鲜的红肉2A 级，如果是加工红肉的话呢，那就是第1级的致癌物质。就包括什么呢？香肠啊，香肠啊，火腿、培根啊，对我们肉干，对，我们就春节很喜欢吃的肉干，午餐肉啊，这些都是。牛肉也是红肉吗？啊，对啊。但是你忽略一个重点，我们是讲吃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量也是很重要的。是的。如果是说新鲜红肉的话，一般如果每天的摄取量大概是100克左右，就是多加100克的话，那终身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就会提升接近20%。100克的提升100克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桌上这个餐盘，那个猪排就带100克，然后我们那加工肉类大概就是50嘛，一半嘛。对，所以因为加工红肉它是1级的致癌物质，在世卫组织他们估计呢，每天多吃大概50克的加工红肉，那终身患结直肠癌的风险也提升接近20%，而且不单单要控制量，烹煮的方法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用高温来处理的话，那就更糟，就像培根，对啊，你把它煎得很焦的话，它是1级致癌物加1级，那高温2A 级，那就有叠加的威力了。我会问一个问题，你就可能会3思了，就是你这些肉类会导致提高什么癌症的风险？结直肠癌是首冲的，结直肠癌对，就一般是消化系统癌、胃癌也会是会。我第一次不想录这个节目，我觉得录完这个节目之后，我什么都没法吃了。敢面对现实，我觉得我听了医生讲的话，我很沮丧哦，有点沮丧，因为他刚刚说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是我最爱吃的东西。饮食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控制这个量，均衡。对，你们就记得说，如果真想吃，还是可以吃，但是这个量要维持住就好。那接下来这道迷思，大家猜猜看哈，很明显的是，请问哈，把手机挂在胸前会增加乳癌的风险？哇，真还是假？好，真，毋庸置疑。OK， 为什么？2个线索。OK， 第一，我们得出结论嘛，让我们快乐的东西一般会致癌。OK， 第二，
你手机挂在胸前，你不是乳腺癌，难道是脚底癌吗？不可能嘛。OK 所以这2个线索我觉得是真。OK， 好，似讲非讲，好来。OK，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。我们在睡觉，我们的父母都会跟我们讲说，不要把手机放太靠近。我妈还说早恋会致癌嘞，你听她的。然后我就讲说不要，因为它的那个什么 radio waves 啊，辐射，对啊，那些辐射会影响到我们。OK， 所以我觉得是真，这是对吧？好，来，医生问一下，所以答案是真还是假呢？是假的。目前没有任何数据说会导致乳腺癌，不过世卫组织把它列为2B 级的致癌物质。有一些研究就显示，常用手机的话，因为我们拨打手机的时候就很靠近大脑，就有一些研究数据显示可能会提升脑癌，就是大脑对胶质瘤的那个风险。不过这个非常有争议。因为这个手机的辐射呢是射频辐射，对，这是低频率的，我们叫做非电离式的一种辐射，不是那种高频的那种，所以它不会破坏细胞里头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， 所以不太可能会构成这个基因的突变、细胞的癌变。但因为的确有这样的研究、有这样的报道，所以就被列为2B 级致癌因素。但是乳腺癌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资料了。完全没有。OK， 同理哦，就是如果说把手机充电的时候放靠近你的枕头旁边也是不好的，对吗？但如果你说要适当的使用的话，要减低自己接触这个射频的这个辐射，那有一些方法，就比如说不要睡觉的时候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，或者放在枕边充电，对吗？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不要在那些信号非常弱的地方拨打手机，因为在那种加强，对，那时候它用的能量就更强，对，那就更糟糕。那你可以善用一些免提的功能啊，或者用耳机什么的，对，因为这个蓝牙的这个耳机，当然它也是利用这个对这个射频的辐射，不过那个辐射量很低。那医生，像有些时候我们在用手机充电嘛，边用边充电，它会变得很烫。那这个会影响到所谓的什么射频的增加吗？应该不会啊，因为烫是热能，对吗？热能顶多就弄伤手的，应该跟致癌是没有关系。对，那个是射频。都清楚了哈，所以其实用手机这一块其实是不会导致癌症的哈，不用太担心了哈。可以继续聊天。是的 ，OK。那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我们常用的塑料餐具了哈。好，来下一道迷思题，问题就是用塑料的碗盛热汤啊，会有致癌的风险，真还是假？毋庸置疑是假的。哎，终于不一样答案了，输定了。来，林轩，为什么假？很简单，碗这个东西就是用来盛热汤的。如果一个碗不能盛热汤的话，不是碗的问题，是生产这个碗的厂家的问题。可能它的那个碗是要拿来盛什么？温的水果啊，放水果，对啊，放水果啊，沙拉，不一定要是那种热汤。好，但这个有点争议，我们来问一下医生啊。来，医生，答案是真还是假？应该算是假的。还是真有道理？为什么？来，医生，答案是真还是假？应该算是假的。还是真有道理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能够用来承载食物的话，那这种食物级的塑料一般会挑一些 BPA 含量比较低的，因为比较担心的就是，如果温度高的话，塑料里头如果有这种物质会流到食物里头去。然后这个 BPA 是一种致癌物质了，有可能这种 Bisphenol A 它有干扰我们内分泌系统这个能力，所以就会造成内分泌的失调，就担心有一些跟内分泌有关的癌，比如乳腺癌、前列腺癌的风险可能提高，就是有这个担忧。OK， 对，所以不过一般呢，就是这种食品级的塑料盒子、碗筷这些应该是 OK，但有一些我们也是会接触到食物的一些塑料的东西，它就不太耐热。比如说这个保鲜膜，因为我们可以大概从
这些塑料盒子或者用具的那个再循环标志，大概估计得出它们到底耐不耐热。所以你们在盒子下面看到一个像三角形，对这样的标志，但里面就有一个号码。对，一般的呢，这些用来承载食物的话，它是编号5，里面写着 PP。哎，真的，像这个就有写，你看，对，这个就有一个三角形，写个5 PP，是，所以这个是最耐高温的。对，所以这是polypropylene， 它就比较耐热。但如果是说保鲜膜的话，那个是3号，是 PVC， 所以它就没有那么耐热。首先，第二就是它制造的那个过程 ，PVC 制造的过程呢，可能会产生 BPA，所以说那些保鲜膜尽量不要让它接触热的时候，对。滚烫的油啊，滚烫的液体啊，就是你要用保鲜膜，就尽量是已经冷却的食物，不要说很热的时候你整个再盖上去。对，那医生用这种塑料的筷子或者勺子的话，会不会温度太高有致癌的风险？我觉得一般如果用来吃饭的话没问题，因为进得了口的话，就是说温度不会很高，对吧？就算热汤的话，也不会超过100摄氏度。不过如果你说用来烹煮的话，那我就不建议了。所以医生像这种，它这里有写那个 microwave heating only，我可以放进微波炉里面，对，然后我多用都没关系吗？我不建议重用啊，因为他们在鉴定的时候是单次使用的，所以如果是多次使用的话，就不是他们鉴定的同样条件。除了这个 PP5的这个标志，能够放进微波炉的，一般它有边上 microwave safe，或者它有一个好像波浪形的这样的标志，那个3个波，就微波炉的那个 logo， 告诉你说这个可以放进微波炉里加热。接下来这个迷思呢，是很多人关心的一道题，其实是你啊。对，每天喝2杯咖啡会致癌啊？真还是假？喝咖啡。所以你们越相信是假，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工作真的太忙的话，我会喝2杯到3杯咖啡。我好像听过一个类似的说法，说它可以不但不致癌，对人的身体有好处。如果你一天喝3杯，不超过3杯，好像是有好处，还是有好处，有好处。OK， 为什么？好，来，医生，真还是假呢？不会致癌哦，太好了 ，OK， 安心了。这个世卫组织曾经在1991年把它列为2B 级致癌因素。哇，所以你看会更新的，对。那后来现在就不是了。对，后来在2016年就把它给降级到第3组。对，在那91年的时候，他们是根据那些70、80年代做的那些研究，那就发现，多喝咖啡好像肺癌和膀胱癌的那个概率会升高。不过那时候的世风是人在休息喝咖啡的时候，习惯就点根烟，咖啡喝的越多，烟抽的也就越多，所以后来他们觉得，就是因为这个干扰因素，换句话说是香烟提升肺癌和膀胱癌的那个风险，而不是是香烟，而不是咖啡。所以后来他们把这个干扰因素给拿掉了过后，就没看出它会提升患癌那个风险。不过你喝的那个温度就可能致癌哦。热饮呢是2A 级的致癌因素，太烫的话会提升食管癌的那个风险。食管就是连接喉咙和胃的那个器官，就是消化道的一个组成部分了。世卫组织的它的定义是65摄氏度以上 ，OK， 就算太热了，65度。对，就是慢性灼伤引起慢性炎症，最终细胞有突变，就演变成癌。煮沸的水，你泡开的茶或者咖啡，大概要放置5-6分钟以上才喝，它就大概降到65度左右。如果在2分钟以内喝的话，肯定出问题。医生，其实我有听到人家说过，咖啡是可以抗癌的，是真的吗？的确有一些这样的报道，就是咖啡多喝可以降低患癌的风险，尤其是子宫癌啊、肝癌、结直肠癌、前列腺癌也看出这个保护性。但到底是咖啡里头的什么物质呢？那我们就还没有摸透。不过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，当然
也不能够单单从致癌的这个角度来看。喝咖啡的时候，如果是加工的，就是高脂啊、高糖啊，它也带来其他的问题。这个咖啡因的摄取量也不能够过高。一个人呢，在1天内最好不要超过400毫克了，就是大概3到5杯咖啡左右。因为如果这个咖啡因的摄取量超了的话，那心跳会加速，血压会升高。OK。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因为咖啡里头有咖啡酸 （caffeic acid）， 那个被列为2B 级的致癌因素，可能跟肾癌有关系。我想问一下医生，到底什么是咖啡酸呢？这种物质呢是天然的，天然产生的，所以咖啡有，茶也有，葡萄酒也有，甚至很多的蔬菜水果里头都有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蔬菜水果就是算蛮健康的啊，像什么苹果啊，胡萝卜啊、蓝莓嘞，常吃嘞，梨啊，对啊，都有咖啡酸哦。对，它有咖啡酸，不过它的那个浓度不是那么的高，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，多吃蔬果还是对身体对有益的，会降低患癌的这个风险。但在市面上有一些这些咖啡酸的补充品，有些厂家说，哎呀，这个咖啡酸能够抗氧化啦，抗炎啦，就有这些补充品。这么浓缩的补充品，如果多服的话，是否会给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，那就难保了。不过我觉得还是多吃天然的蔬果还是比较好的啦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那些浓缩的，因为你知道，你一浓缩，你就可能会过量的摄取。对，好，今天也是要谢谢黄医生跟我们分享那么多跟癌症相关的知识，也谢谢林轩还有医师的参与。那我们生活中呢，其实还有很多关于癌症的风险因素，有待医生为我们解答哦。那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聊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是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